张天一侮辱东海龙族300有余，犯下逆天罪行。你可知罪？100年才出此一位越过龙门的天才，可惜呀。登龙门，依我看，这一世早该废了。鳞甲之辈纵化龙形，也难改其凶残本性。我叫张天一，穿越封神世界，成了一条鲤鱼，本以为要就此碌碌余生，谁知这世界还在歌颂苦难。我有幸得他老人家点化了，才越过龙门。这妖龙究竟是什么来历？闹出的动静比当年某位三太子抽龙筋闹龙宫还要骇人。嘘，慎言，没看见那位正主就在上头看着吗？谁在背后蛐蛐小爷？师弟今日到此，专程为此妖而来。笑话，杀妖有什么好看的？小爷我是来看斩仙飞刀的。这宝贝几百年没开过荤了，今日难得开张，岂能错过？姜太公引荐，此感恩，本以怨报德。我子孙300余口，手段之残忍，亘古未见。恳请太公速催飞刀，斩其神魂，以正天规，为我儿郎亡魂。张天一，龙王控股证据确凿，侮辱同族，罪无可赦。依天条，判你神魂俱灭，即刻行刑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龙族该杀！龙族口口声声说恪尽职守，却绝口不提当年俘虏我鱼族全族，阻挠越龙门的血战。口口声声说护佑人间，却以避苦难者施智慧，成苦难者得智慧之名，对人间大旱，百姓流离，熟视无睹。苦难不是历练，是纯粹的恶。这种智慧不是升华，是奴性。啊，龙族做过这种事吗？要是真的，杀1万次也不够啊！早就听说这龙族不干不净，现在看来是该好好查查了。龙族一向喜欢作威作福，早就该杀杀他们的锐。住口！你这孽障，满口胡言，颠倒黑白。人间旱魃乃是天道循环，意在让凡人经历苦难，锤炼凡心。我族谨遵天意，何错之有？那怎么见你龙族经历苦难？只见你龙宫夜夜笙歌。太公，此僚不仅行凶，更以妖言祸乱天庭，辱我龙族万世清誉，其心可诛。我不求太公此刻信我，只求开启昆仑镜，让这面照彻三界、洞悉古今的神镜，将龙门血海、人间炼狱之景原原本本呈现于诸天仙神眼前。昆仑镜开，众神看一看，这天道之下，所谓的磨练凡心是如何成为欺压弱小的借口。大胆狂徒，休要妖言惑众！还请太公立刻行刑！昆仑镜洞悉古今，所照皆为天命秘辛，岂能因一罪人妄言而轻易开启？此境若起天机紊乱，仙心浮动，谁来担此罪？故弄玄虚，意图搅乱乾坤，混淆是非。太公明鉴，此僚屠戮300龙族，铁证如山，四海皆可为证，事实清楚，罪责明确，理当即刻正法，以儆效尤。龙王大人如此急切，是怕节外生枝，还是不敢查呀？张天一，众生历劫，万物经苦，此乃天道运转之至理。你看这诸仙神，哪个不是经历苦难才走到今天？因道心不坚，闯下弥天大祸，如今还敢妄图以昆仑镜武公然质疑天道。龙王和申公豹在这件事上，你俩想法倒是很一致，想必也是经历很多苦难才走到今日，不容易吧？虽是混上来了，依旧没背景没靠山，怎的？怕能力强的端了你家饭碗？休得胡言！一介女流，娘娘，那昆仑镜不就是一面能穿越时空看过往的镜子吗？照一下真相又何妨？傻童子，你当那只是一面镜子？自封神一役后，在座诸君哪个不是踩着凡间的香火与劫难，才修得今日的逍遥？查一条小龙的阿杂事自然无妨，只怕这镜光一照，顺藤摸瓜，照出的就不只是东海那点血。有意思，临死了还不忘反咬一口。
要把这趟浑水彻底搅翻。这条小龙倒比许多披着仙袍的泥菩萨更有种。师弟晋升，此事已非一桩血案那么简单。自封神定鼎以来，这天道之下埋着多少不便言说的必然和代价。真到了图穷匕现、真相大白之时，又该如何收场？掌控，要的就是掌控不了。小爷我早就看腻了这帮神仙道貌岸然的嘴脸，天天把天道劫难挂在嘴边，好似自己一身金身连坐都是苦修来的。此刻南天门外，诸天仙神皆在瞩目，下界亿万生灵心念亦系于此。若不查一番而强行问斩，则天庭律法不变而诛之嫌难消。非但不能服众神之心，更恐寒了凡间仰望天道之望。以我之见，岂竟可嫌我天庭兼听则明、公正无私之态。若照出张天一满口妄言，则罪加一等；严惩之下，更显天威浩荡，无人再敢智慧。若镜中所现确有不堪之处，届时真相在手，如何处置？主动权便尽在我等掌握之中。是严惩龙族以谢天下，还是寻一折中平衡各方，维护大局稳定，皆有充分回旋余地。此举方能最大程度保全天庭威严与各方体面。岂竟可暂稳局面？若真相有利于天庭，便顺势严惩张天一；若真相不利于龙族，再折中处置，既保天庭威严，又安各方志。准，取昆仑镜来。龙王宽心，此寮正是在自掘坟墓。昆仑镜乃天道显化之公正神器，照彻三界，洞悉因果。他只要有一丝行差踏错，心存半点虚妄私欲，镜中所现便是将他打入万劫不复之地的铁证。就说这诸天仙神又有几个经得起查呢？何况他一介匹夫。好一个公正神器！我龙族顺天应命，根植天庭，岂会怕他一条泥鳅翻起的浪花？他这分明是搬起昆仑山，要砸碎自己的魂魄。张天一，若镜中所应确有冤屈隐情，则你所行之事尚存益处之余地；但若镜光之下，你之言行有半分虚假，非但屠龙之罪坐实，更兼欺天罔上之罪。斩仙飞刀削去你的仙级龙骨，我心如镜，可照日月，一生所为，纵是雷霆加身，魂飞魄散，亦无不可对人言，无不可对天剑。爷爷，我不想练了，我不想跃龙门了。傻孩子，越过龙门，化身真龙，才能成为我们鱼族的希望。但修行实在是太苦了，血肉之苦，筋骨之痛，皆是通往智慧的必经之路。天道无情，唯苦难方能打磨出真正的坚韧与明子。走吧，今日不练了，爷爷带你去见一位特别的老朋友。爷爷，这人在干嘛呀？鱼钩都没放进水里来，怎么可能钓得到鱼？我的小孙儿，他手握钓竿，先却不在鱼虾，他呀钓的本就不是这河中之物。老朋友，你来了。归水悠悠，20载寒暑，若没有你每日陪伴，老夫怕是要被这无边孤寂给磨穿了。今日还带了位小友，这背上的印记，莫非是你的血脉后辈？光阴似箭呐，出狱时你尚是青壮，如今临边一任风霜，20年真是弹指一挥间呐。爷爷，这人是谁啊？为什么钓鱼用直钩？他是一个好人，一个有志气的人。昏君无道，生灵涂炭。他为了拯救人间苍生，所以才在此磨练自己的心性。拯救苍生，直接去不就好了吗？干嘛自己找苦头吃？唯有主动去承受这旁人避之不及的苦难，才可能淬炼出一丝真正的智慧。我等都以越过龙门为目标，8年来能越过龙门者万不存疑。想要成功，自然要去承受别人不能承受的痛。你就是刚才的那条小鲤鱼吧？来找老朽何事？小友，老朽给你想个法子，甩尾击水才能跳得更高。我，跳得更高，自然摔得更痛。
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你现在道行太浅，尚不明白这三界的道理。要想越过龙门，你还要苦练一番呐。直钩垂钓，复命者来。或许到了我该出山的时候了。你是个好孩子，前途不可限量。等你登门化龙那一日，老夫再来与你坐而论道，或许还能拜为忘年之交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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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啊！难道他就是那条小鲤鱼？没想到这小子竟然还与太公有这般姻缘。这下有好戏看了。事情这下子难收场了。王莫慌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姜子牙执掌封神榜，最重规矩体统，即便原有援救之心，现在为表公正，也绝不敢入头。曾经听闻师叔直钩垂钓时，曾与鱼族结缘，看来是真的。老头，这小子当年还知道逗你开心，这不明摆着他本性不坏，是龙族不做人吗？还愣着做甚？赶紧松绑放人啊！果真是你，何不早早相认？弟子此番沦为阶下囚，实在没脸再与太公坐而论道了。斩龙台上人多眼杂，老夫寻得时机，定会还你公道。龙族300余口证据确凿，不如就探查到此，由老夫来为你转还，方能保你一条性命。莫老太公费心了。对于自己所作所为，弟子从没有后悔半分。替天行道，无愧于心，请昆仑镜探查到底。好，听你的。肃静！张天一屠龙一案尚未水落石出，还请诸位稍安勿躁，严查到底。天道仁慈，今越过龙门者，便可化形为龙。天门开，真是龙王开恩呐！历年龙门大开之日，都是狂风巨浪。去吧，孩子。我们来吸引他注意。张天一，快去，快去！快，别停下！张天一，快跑！张天一，上来了，快跳！快，抬着我，快跳！大胆！龙门仪式乃是天庭选拔凡间人才的重要考试，为何会有妖物作祟，屠戮考生？何方妖物，竟敢作祟！留我这就去剥了他的皮，抽了他的筋！龙门考试乃是天庭亲办，龙王有责任护佑考生安全。诸位息怒，各位大人有所不知啊，从500年前封神大战以后，
凡间日渐恢复生机，参加龙门考核的人一年比一年多。为了响应天庭避苦难者施智慧，成苦难者得智慧的修行宗旨，选拔资质更好的人进入龙宫，这才加大了龙门考试的难度。龙族不再提供护佑，由考生自行面对猛兽的侵扰。什么？现在考个公都这么难了吗？是啊，以前求着都没人去。什么？这难度？要是我今年考都考不上了。幸亏上岸的早，没想到现在竞争这么激烈。什么狗屁宗旨？李天一所做没有错，要是我就该把龙族全杀了，一个活口都不留。师弟息怒，龙族所为自然令人气愤，但其并未忤逆天道宗旨。发心是好的，只是执行上有点问题。混蛋！我看就是那群尸位素餐的神仙搞的鬼，自己赶上好时候上了位，却想尽办法给后面的人找麻烦。小爷我平生最恨这种人。龙王当年参加龙门考试，可是就走了个过场吧？那是天庭有难，我辈自然肝脑涂地。自己当初也不过是一条鲤鱼，现在为难起后辈，倒是毫不含糊。现在看来，此子不过是一介受不得苦、忍不得痛的懦夫，道心脆弱，不堪造就。不经苦难，何来智慧？无智怎担大任？无需再查，当立即正法。一听你俩就没靠山，靠压制后来者保住地位。你听听人家杨戬和哪吒，这想法多大气多正义，一看就是出身好，有底气。且慢，我看此子过往绝非恶，且与你有救。师弟想如何处理此事，为兄一定会帮你。师兄，刚才一窥就足以见得龙族龌龊，为保血脉地位，竟然不惜屠戮余族。此子想必是受了天大的委屈，才做出这种事情来。子牙愿一探究竟。申公豹与你素来不和，定会阻挠，为兄来替你出面。子牙谢过师兄。登门化龙绝非易事，正如诸位所见，个中辛苦，旁人难以想象。屠戮龙族有错不假，但绝不至于受此刑罚。依我之见，不如就削去其修为，令其重新修行，以儆效尤。不可！此子逾越龙门，竟不惜践踏同胞，可见此子生性本恶，必须除之才能以绝后患。嘿，放你娘的屁！那些鱼族同胞还不是被龙王弄死的？三太子，请注意言辞。此子不杀，如何慰藉我龙族300亡灵？大胆龙王放纵恶龙，屠戮鱼族学子，还有何脸面面对龙族亡灵？功严重了，我龙族一贯遵循天庭律法，谈何放纵？劫数乃天道定数，被恶龙屠戮，不过是他们命中有此一劫，自己没能度过，又怎么能把责任推给他人？以我来看，此子事成颇为可疑。屠龙功法定是从什么邪魔教派中习得，必须严查。这小子抽龙筋剥龙骨，不会是你小子动？真是说笑！他要是我的同门兄弟，要是不掀了这南天门，小爷都对不起这三太子的名号。更何况我们阐教一向戒律森严，怎么会莫名其妙有无名无分的同门？你就是刚越过龙门的小鲤鱼，退了鱼皮画个形就是龙啊！站好吧你！鱼化龙越过龙门只是第一关，想继续修行提升修为，还要经受7749道天火雷劫。哼，受着吧你！好处理他。哪来的丢回哪去？龙门仪式就该取消，不然这些贱种还总以为自己能成为仙龙。慢着！啊！想修行须历劫，尔等既有此向道之心，则更应加倍苦修。去吧。修为浅薄，资质平庸，真是辱我龙族脸面。父王为什么让这种货色进入龙宫啊？对你来说，能有今天属实不易吧？但可惜有人生来就是龙，
就凭你一条小鲤鱼，还想入我龙脊？知不知道我们可是祖上3代积累才有今天，有什么好骄傲的？你祖上不也是越过龙门化形而来吗？啊！大胆狂徒，竟敢与龙族太子顶嘴！你不去好好修炼，承接雷火天劫，反倒在龙宫惹是生非。来人，罚你鞭刑！不服，让你不服！这就扛不住了，还百年奇才呢！我看你就该跟你的同族一起被龙族蚕食殆尽！哎呀，酒不小心洒出来了。去把地面擦干净啊！嗯，哈哈哈哈哈！求龙王爷保佑，快快降雨！不要把我的女儿还给我！龙王，天下有意，快救救他们呀！赶快降雨，把火浇灭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这不是异象，无需我们降雨，这是凡人需经历的劫难。他们真的会被烧死的。哦，是吗？本王现在问你3个问题，只要你都答对了，本王就命人降雨。第一问，他们为什么会陷入如此境地？自然是因为缺水干旱。错，那是他们经历的劫难。人间大旱是为锤炼凡心。我再问你，你的鱼族同胞是因何而死？是被……错，那是他们经历的劫难。你们鱼族出身低微，既然想要越门为龙，就应受此劫难。不经历苦难，如何生出辨善恶、断因果、斩虚妄的智慧？都是为了你们好。好一个为了锤炼凡心，好一个为你们好，真是天不支持。行云不语，误用民生。明明是这老龙自己工作不力，还把责任都推给别人。这群龙族真是脏到骨子里，气死我了！真是杀10遍都不够解气。天道有常，越是后福，越要历经更多劫难。龙王还是跟以前一样厚颜无耻。雷震子此言差矣。我等皆是经历苦难和层层考验，才有今日修为。那粗鄙凡人不经苦难，怎能有所成长？岂不只是贪图享乐？最后一问，明知要经火雷天劫，你为何还要在此修炼？化龙后想要继续修炼成仙，造福众生。错，这是天道运行的规则，岂是你小小鲤鱼可撼动的？看来这雨今天是降不了了。哎，人间的美妞救了吗？雨来了，雨来了！兄长，求
琼浆玉液，今日我们便一同饮下，不醉不归。井底明明还有一层薄水，就整日叫嚷干旱，降雨降雨，分明就是这些凡人吃不了苦。就是，我看你这傻鲤鱼与那群凡人无二，吃不了苦，开不了智，修不了仙，就应该离开这儿。滚吧，滚吧！没用的东西！越过龙门后的情况和你想的不一样吧？我要离开这样的苟且之地，我宁可不来。听说你的朋友家人已死在月龙门时，可有去处？我只是想好好修行，飞升成仙，有能力保护大家，让他们不再经历我跃龙门时的场景。苦难不是成长生智慧的唯一途径。你可还记得当年与你河边戏水的垂钓老头？您知道此事？老夫可活了1000年之久了。既然如此，老夫不妨给你指条明路，你可前往乾元山金光洞，告知与其渊源，定能留你在洞中。感谢仙人。从这儿一直往西走，洞里住着一仙人，名曰太乙真人。此人收徒不拘一格，或许在那儿能找到你要的答案，只是路途遥远，恐怕艰苦万分呐。太乙不是闭关去了吗？难道真收了这小子为徒？要真是如此，那就算是我们阐教弟子了，不能再由得龙王和申公豹一味欺压。这小子还跟阐教搭上关系了。龙王莫急，阐教收徒历来讲究出身，就凭他的根基，怎么可能拜入太乙门下？何况太乙真人已闭关100年，从未听过他有收过徒弟，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。龙王，求您救救我们吧！我们给您献上一名童子，以表诚意。什么狗屁苦难生智，都睁大眼睛看看，这苦难不生智慧，反生愚昧。你为何来我金光洞？弟子只求拜入仙人门下。痴儿，你10载苦修才化鱼为龙，却离开龙宫翻山越岭，如此自讨苦吃，是为了什么？天道有常，弟子不怕吃苦，只不愿忍受龙宫那茹毛饮血之常。此次前来，是为了跟仙人修行。随我来吧，一定要静心来好好修炼。弟子拜见师傅。他果真是太乙真人的弟子。龙王这下麻烦可大了，阐教最爱护犊子，看他这下要怎么收场。龙王这次算是踢到钢板了。师尊，情况有变，速来南天门。完蛋了，这小子竟然真是太乙真人的徒弟。我皇，我已将此事告知师尊，定能挫挫阐教的威风。小子，你现在就是我哪吒正儿八经的师弟，保定你了。师弟两个别冲动，既然他是阐教弟子，金仙会出手的。这太乙真人闭关100年，竟真破例收徒。小生，你竟然是太乙真人的徒弟，既然是阐教弟子，为何不早早到来？请太公恕罪，我一介不记名散修，不敢妄称自己是阐教弟子。苦练许久，未曾想你竟陷入如此境地。太公，弟子不明，为何天道要制造苦难，让人没苦硬吃，还说为他人好？这岂不是
把苦难当成借口，以为他人好的名义，借此控制他人吗？以此满足自己的私欲？哼！你既是我哪吒的师弟，今日就是再闹一次东海，我也会在此护你周全。龙王，这昆仑镜还想看下去吗？哼，自然要看，管他又如何跟脚，犯下杀业就是杀业，按照天庭律法，就该神魂俱灭。诸位不会是想徇私吧？那这世间公平何在？是啊，我龙族之血岂能白流？今日必须讨个法。个说法。修行已毕，你就此下山去吧，行你心中想行之事。弟子谨遵师尊教诲。为师授你金光护体之法，若遇困难，即便是削去一身修为，也可保你魂魄重入轮回。三太子，请您高抬贵手。今天抓来的鱼还可口吧？不错。住手！哎呀，这鱼虾要被活吃，下辈子千万不要投胎去海里。这不过是要回去报仇吧？哟，还吃呢？收你们来了！哼！你是何人？竟敢在此放肆！我想见你的卷主爷。你借他做什么？当年我越龙门时，天庭给你的旨意是天道仁慈，今越过龙门者，便可化形为龙，对吧？是，那又怎样？那请问哪句话说了，越龙门时，让你们可以屠杀鱼族，他们本不该是这样的下场。想要有所成就，自然要经历苦难。没有智慧，怎可承担成就带来的一切？这都是必经之路。为了越龙门，我每天训练不敢有半分松懈，这还不够，你还要屠杀我族，这难道不是你刻意制造？我看你们就是怕后来者会撼动你们龙族已经固化的稳定的权利。今日天庭旨意，我定是要拿，且要去天庭理论理论。苦难把命都丢了，生着智慧有何用？大胆！这可是我东海承接天庭秘旨所用，上面记录了100年来各仙宫及天道的秘事。我东海美人鱼的姻缘配序，每年10月。各仙家在人间庙里被供奉的香火旺衰，直接关系到各村里的风调雨顺。贪狼星君家的弟弟娶妻配序，太白金星仙宫里的童子，廉贞星君仙宫里的灵宠。你不坐这个位置，不知道难处。这大大小小的事可都下达到了卷轴里，这可关联各天庭各仙宫，怎可让你拿去？哇，大瓜大瓜！我说贪狼星君的弟媳那么好看，仙界就没见过这种型的。这龙族三太子嘴也太不严实了。怎么的？你也有事在那卷轴上？那休要胡言！可恶，真该再掀一次东海！这每件事背后都暗藏了不同的苦。荒唐！本太子为何要告知于你？赶快滚！啊！胆敢在我宫内动手试试！我奉劝你速速离开。我三太子的法力也不是尔等可以挑战的。是吗？那我试试。怎么回事？海水没了，我们怎么活呀？太子不想与你纠缠，你说的可是戒啊？哇，好帅啊！霸气，不愧是100年才能越过龙门的才子。哼，我看是死前瞎嘚瑟。是不是村长让给的祭品，龙王不喜欢呢？要不除了少女，再多给点童男童女。前面干旱没有收成，好多童男童女都夭折了呀，可怎么办呀？尔等记住，
心不苦，则智慧不开；身不苦，则福禄不寿。天火雷劫、去鳞之痛，都是对你们的考验。只有历经苦难，方能成为真龙。龙王陛下，在下愚钝，只要多吃苦，就一定能够获得悟道，获得智慧吗？这是自然。想我当年吃的苦，可比你们现在多得多了。你们现在的修行已经算是很幸福了。这么多年没见，龙王倒是一点都没变。你是何人？竟敢擅闯东海龙宫50年前，我登门化龙，第一次来到了这龙宫之内，本就是龙族一员，谈何擅闯？当年我被守卫拒之门外，还是龙王网开一面，许我进龙宫修行。不可能！你不过是一条刚刚化龙的鲤鱼，仅仅50年，怎会获得如此修为？自离开龙宫之后，我为悟道日夜苦修，只等今日。哈哈哈哈！我真是为你高兴啊！当初你不告而别，本王还以为你是吃不了苦的懦夫，如今看来是本王小瞧你了。哼！还有感谢龙王栽培，趁着年轻就该多吃苦。龙王当年教我的，我一直铭记于心。既然如此，不妨就由你来给诸位后生讲讲利苦生智其中所蕴含的真理。恭敬不如从命。当年我修行苦练跃龙门时，家人朋友惨遭屠戮，化龙入龙宫修行，看见人间疾苦，却束手无策，在宫中受尽屈辱。今日我虽得修为拜入仙门，我依旧不明白，这些是靠苦难来的吗？那是我自己靠勤奋、靠苦练得来的，是因经历家人惨死的困难得来的智慧吗？是靠不能解救凡人于水火的苦难修来的吗？家人的惨死，凡人的苦难，这些本可以避免的。还有你，天庭人才空缺，你顺势而起，才从一条鲤鱼摇身一变成了东海龙王。但上位之后却忘却本心，为了维护自己地位，刻意加大龙门考核难度，屠戮鲤鱼一族。这就是你生出的智慧。这里明明说的是天道仁慈，今越过龙门者便可化形为龙，哪一条说你龙族可肆意杀害鱼族？这到底是谁给我族制造的苦难？满嘴胡言，颠倒黑白！再看看这，凡人把他当宝贝一样供着，你又对他们做了什么？刻意制造苦难，他们生出智慧了吗？经历这些，身心俱碎，就算得到了智慧，又能怎样？哼！大胆叛贼！这就是天道规则，你将天庭律法置于何地？如此大逆不道，理应削去你一身修为，生魂俱灭！不谈天庭律法，老龙王，我只问你一件事：龙门考核那日，袭人恶龙究竟从何而来？那日原本风和日丽，但却在即将越过龙门的时候，风云突变，出现了10人恶龙，屠戮我鲤鱼族同辈。哼，自然是你鲤鱼一族应有的劫难，是天道的安排。今日我就想问问，到底是天道的安排，还是你龙王的安排？我的孩儿，鲤鱼一族天生孱弱，不堪磨练，灭亡乃是天道的选择。哼，究竟是我族孱弱，还是另有阴谋？将这鳞片放到流影镜中，自有分晓。不可能，流影镜乃是太乙真人的独门秘宝，岂是你能用的？哼，若你想看，还有100种法术供你来看。父王，明日就是龙门考核了，今年的考生有100万之众。哼，要我说，这考核早就该废除了。这种下等贱民进入龙宫，也只会污染我族血脉纯洁。照旧行事。儿臣听命。我已和其他几宫打过招呼，明日便化作黑龙，将这些痴心妄想的底层人吃干抹净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什么狗屁苦难生智，
过是你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所找的借口，是你们为了自己的权利利益，不断将苦难转嫁到他人身上，从而索取所需之物。大胆贼人，再次妖言惑众！来人，快把他拿下！谁能抓住逆贼？谁能抓住逆贼？今后我定助他修行，进入天庭。能进入天庭？这么好的机会，快上啊！快上！执迷不悟、自私自利的可怜虫，我给过你们机会，给过你们机会。为仙家，这便是那黄土张天一犯下的滔天罪业，为先一己私愤，毁我龙宫，屠杀我龙族。这才大快人心，不愧是我的师门兄弟，这脾气，小爷我喜欢。三太子慎言，你我皆是天庭之仙，理应拥护天庭律法，怎么同情恶人，扰乱天庭权威？什么狗屁天庭权威，欺负到小爷头上，二话不说就是干。这张天一能忍到现在，已经了不得了。师弟，不得无礼，这种话我们私下说说就行了。大庭广众之下，还是要注意先生威仪。师兄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信奉中庸之道，难道你就敢说你对这小子没半点同情？且看这镜中龙族所为，扯着天庭当挡箭牌，口口声声说锤炼凡心，苦难生智，但实际干的都是徇私枉法、尸位素餐之事。当初天庭定下，凡是修行者都要经受天劫的律法，是为了让人时刻都居安思危。哪成想，到了他们这儿就成了欺负人的理由。这龙族大太子才是死得其死。身为一方之神，只知贪图享乐，不知已经几百年没去过人间了。就是，真是气死我了！井底有水都被他理解成人间尚不干旱，等到连井底都没水了，恐怕人间都只剩累累白骨了。今日在此，是为了审判罪人张天一，诸位不要被他的妖言所迷惑，他分明就是吃不得半点苦，还反过来将问题全推到别人身上，竟如此叵测，唯有杀之而后快。事到如今，真相也浮出水面，强闯龙宫事出有因，给予告诫即可。姜子牙，你休要护犊子！当年你我同在天尊门下修行，但天尊处处向你，便是你想效仿。看来你仍没有反思自己，正是看到你心胸狭窄，见不得别人半点好，才让你继续留在山上修炼。姜子牙，有种你再说一遍！诸位，且听老夫一言。这张天一屠戮龙族，犯下杀业，乃是事实。但他心念人间，所行之事，皆有难言之隐，也是真的。依我看，此子绝非罪大恶极的嗜杀之人。天庭威仪确实不容动摇，但民心所向也不能不考。如果杀掉此子，固然维护了天庭权威，但会寒了三界向道之心。不妨今日且留此子一命，削去他一身修为，打回原形，再入轮回，重新修炼。这法子不错，既能保证天庭权威，也照顾到了民心所向。此法甚好，重新修炼，再历苦难。依我看，此子重修之际就拜入我的门下，我断然不会编造出这么多苦难来难为人。你这老道，什么叫拜入你的门下？
来我这里，我让他10余年就重新登门化龙。你们吵什么吵？他可是我们金光洞的人，谁都别想抢走我哪吒的同门。不可！广法天尊身为金仙，怎能向恶人说话？我龙族300多条性命，怎能削去修为就敷衍了事？难道我族是什么让人随便杀来杀去的蠕虫吗？你也知道，虽然身为龙形，所行却皆是蠕虫之事，如何叫人不把你看作蠕虫？他这都算脾气好的，你就偷着乐吧。要是碰上小爷我，才叫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三太子能言快语，你这龙族何不看看自己做的事情？如何能不叫人看扁？龙族自始至终都是替天行道，生于安乐，才更应该吃苦历练，不然天庭不就成了一盘散沙？笑，说来说去，这龙王不就是想找个由头去 PUA 别人吗？现在被拆穿，自己还跳脚了。哼，现在的人可不吃你这套，吃苦吃苦，也不看看这苦是谁带来的。龙王何须动怒？依我看，杀你龙族300余众，对天庭可不见得是坏事。什么？你龙族盘踞一方，势力已根深蒂固，像这小子这样的后辈，不知有多少要遭遇你们的毒手。如今你龙族被屠戮殆尽，这些后辈反而有了出头的机会，对天庭来说，怎么不算好事？这是血口喷人！我龙族为天庭效力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岂容你如此诽谤？喂，莫再争执，如此下去也出不来个结果。不如就按文书广法天尊的法子，此案也算有个结果。各位先生，就按照此法办，可还有异议？师弟，我知你与此子有救，但此案如此拖下去，断然不会有好的结果，还应趁早了断。凭借此子的天资心性，几十年便可重新得道化形。但若非他修为，他一路走来吃的那些苦又算什么？师弟，你怎么能有如此想法？这龙王行事固然可恨，但天庭威仪在上，面子上还是得加以维护。如今你手握斩仙飞刀，乃是天庭公正之代表，切不可意气用事。今日之事需妥善处置，不然就是承认了龙王所行之事是天庭正道。啊！公道自在人心，这小子的处罚是免不了了。啊！怎么迟迟不见动静？看来师叔也有些为难。我想师叔定然是想保全他。不是想保，是必须得保。师弟莫要再继续拱火。申公豹和龙王一直虎视眈眈，要是现在被抓到了把柄，扣上顶帽子，此事仍有危险。申师傅真是料事如神，一切皆在预料之中。哼，这天庭就是这样。你说要开扇窗，他定然不会同意；但你说要掀了屋顶，他就同意你开扇窗了。此子若被削去修为，那便与死了无异。稍加手段，不就能让他粉身碎骨？只是不能看他被斩仙飞刀削去仙骨，还是不够痛快呀。师弟，刚才你也看到了，既然他是我阐教弟子，那我们自会收留。不论他拜入谁的门下，定然会得到师兄弟们的鼎力相助。那我且问广法天尊，此子被削去修为后，原形会化为何物？这自然是鲤鱼。将一条鲤鱼送回水里，龙王有10000种方法叫他粉身碎骨。到那时，事情才是无可挽回。此子罪不至此啊！师兄，这姜子牙迟迟不动，事情恐生变故。莫慌，姜子牙这人我最了解。自执掌封神榜之后，他最在意的就是在别人面前显得公正。现在广法天尊的提议已经得到了一致同意，他阐教弟子敢说一个不字，那就是与整个天庭为敌。我看他对这小子感情颇深，我一真就替他出头，我们又该如何收场？哼，放心，他姜子牙不过一介伪君子罢了，断然没有此等魄力。就算有，他与整个天庭为敌，又何须我们再出手？罪人张天一，你可知罪？
弟子姜子牙拜见天尊。龙王一族心念天庭无辜受辱，罪人张天一屠戮东海龙族300有余，犯下逆天恶行，按律当处神魂俱灭。然而观龙族所行，确有不妥之处。张天一屠龙之行事出有因，其遭遇亦值得同情。不可因其行而废其心，亦不可因其心而免其行。天庭律法威严不容侵犯，但人情也应存于其中。本座宣布，斩仙飞刀，斩去罪人张天一一身修为，令其重入轮回。姜子牙，你为何还不领旨？太公，催动飞刀吧，我甘愿受罚。太公，师傅他已将金光护体之术传授给我，斩仙飞刀的伤害，此法可防御一二，不致丢命。住手！师弟，你要干什么？这小子要被打回原形，那龙王断不会就此收手，有危险！尊圣才已出，你此时出头，莫不是要打天庭的脸？打脸又如何？既然师傅收他进入师门，那他就是小爷的师兄弟，定是要护的。你如今身为仙官，更需顾全师傅脸面。太乙真人精通占卜之学，通晓未来。送这小子下山时，想必早已留好后手。你今天要是一闹，才打乱了你师傅的布局。三太子梦醒，我只是遗憾，此生不能与三太子共同修行了，只能等来生再与三太子做师兄弟。既然对结果已无异议，那就即刻行刑，请斩仙飞刀。没想到隔了100年，又要见到斩仙飞刀出鞘了。只是可惜了这小子。我是个好人，为什么要杀他？果真还是如此。无论何等天才，在天庭面前都不过是螳臂当车。诸位不必再为我遗憾，等我再入轮回重新修炼，势必要荡平这四海龙族，扫除这天下一切阿杂事。大胆！天尊面前还敢大放厥词？诸位可都看见了，此子毫无悔意，内心极恶。若不借此机会斩草除根，今后必然后患无穷。有种，小爷喜欢。要是早生几百年，还能跟小爷一起再闹一次东海。如今木已成舟，说什么都晚了。请宝贝转身。飞刀收！怎么回事？太公出手了！啊！师叔团。好！师叔竟然出手了！哪吒去哪了？杨戬，我早就跟你说了。师弟冷静。开船，我秒跟。太公，好久没见您出手了。哼，低调低调。姜子牙、哪吒，你们这是要与天庭为敌？管你天庭不天庭的，小爷我今天就一句话，这小子我保定了。姜子牙，你这是何意？回禀天尊，弟子对此事恐怕另有看法。好，这下麻烦大了。这下该如何收场？难道他们想大闹天宫？这天庭由诸天仙神共同守护，此事该如何收场，
这下可就难说了。这姜子牙一贯沉稳老成，今日何意？姜太公虽大义，但此举恐有私心。你们不觉得今日之事颇有几分眼熟吗？昔日封神大战，多少仙神就此陨落，人间更是尸山血海，但到头来还不都是天庭的炮灰？如今这张天一刻苦修行，却发现了龙王的骗局，这与当年姜子牙开榜封神，其中心境有几分相似。所以姜子牙这是要替百年来枉死的冤魂向天庭讨个说法。好，此案的是非对错，诸天仙神已有共识，至此已盖棺定论。你们二人又有何异议？姜子牙，合着跟着闹也就算了，你等身份此为何意？你们二人皆为天庭受命仙官，位尊果位，如今却不识大体，与天庭为敌，是想与罪人张天一一起被削去一身修为，打入无间地狱，冲入轮回吗？天庭威仪，岂容你们如此放肆？诸天仙神的颜面又该放到何处去？什么狗屁仙官，不当也罢。我师父膝下无子，又闭关100年，好不容易收了这样一个弟子，要是在小爷眼皮子底下出了事，小爷的颜面又该往哪里搁？天尊大人，弟子以为此事还需在意。观张天一所行，无非是寻仙问道，心系苍生，但其所欲事出有因。天庭统摄3界，自当为天下之表率。弟子认为，该借此案之机，重整天庭之风。附议。娘娘，这不就是故意跟天庭对着干吗？你们怎么还不出手，将这3人拿下？你真当这3人是什么省油的灯？这可是百年魔童，光着屁股就闹东海，抽龙筋剥龙骨，他管你是什么神仙，哪个敢出头，肯定吃不了兜着走。再说那白胡子老头手里可是大神鞭，当年封神之后，唯独自己是不死之身，这要是挨上一鞭子，怕是有1000年修为都不够换的。没想到这个张天一掀起了这么大的波澜。早点回家睡吧，这要是被误伤到了，麻烦才是真的大了。这次才是真碰上神仙打架了，我等小仙还是有多远躲多远为妙。天道运转，盈亏有数，凡是寻仙问道之人，就会遭受3劫6灾之苦。这张天一命中何该有此劫难？你们又何必强求？万物有灵，生于世间本就该随心而行，哪来那么多弯弯绕绕的？苦难生至，说的好听，无非就是怕你生事，看不惯你，找个借口来整你罢了。要小爷说，这小子做的一点错都没有，有仇必报，少拿什么苦难生至来骗人了。若依照天庭律法，张天一本就难逃一死。如今斩去修为已是网开一面，所谓重入轮回，在诸天仙神来看，也不过是眨眼间。对此定论又有何不满？这小子被打回原形后，又要变成一条鲤鱼，重回水中进行修炼。龙王要是想弄死他，还不是轻而易举？这跟送他死又有何异？哪吒，你师父早已料到此事，将可超脱轮回的金光护体之法传授于他，即便是转世龙王，也伤不了他分毫。好。什么？这小子竟然习得了金光护体之法！师兄，这样一来，我们的计划不就落空了？龙王，事已至此，你那300龙子龙孙也算没有白死。什么？没想到阐教这帮人竟真的为了这小子跟天庭叫板。接下来的事可就不是就事论事、屠戮龙族这么简单了。师兄，你走到如今地位，怕是吃的不比他少吧？就封神榜来说，一样是为天庭鞍前马后，怎么你截教弟子就只封得凶神？如今就这么放过张天一，阁下如何自处？我呸！我1000年修为，岂能是你3言2语可以控制的？收起你那蛊惑说教的手段，真当我是能受你诓骗的鲤鱼呢？弟子申公豹拜见天尊。申公豹，你早已被赶出师门，勿要在此与我师徒相称。尊，
一日为师，终身为师。即我曾经跟随天尊学习，那如今叫天尊一声师傅，有何不可？弟子今日来此，无非是想说一下对此案的见解。罪人张天一心胸狭隘，道心不坚，蛊惑3界人心，罪大恶极，其罪当诛。姜子牙、哪吒因往日私情徇私包庇罪人，也应一并论处。张天一身为一条鲤鱼，修行了区区100年就能登门化龙，从一介凡人变成飞升之仙。而我修炼时，先用了500年化作人形，又修炼了1000年才历劫登仙。避苦难者失智慧，成苦难者得智慧，乃是天道至理。尔等却散布妖言邪说，逆天道，如果不加以严惩，又该如何给3界一个交代？不好，申公豹想置这小子于死地。这申公豹平日就最善蛊惑人心，他这是想把太公和3太子都拉下水。申公豹，你休要在此妖言惑众，信不信小爷我打爆你的头？哼！事到如今，不论龙族事小，只疑天道事大。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姜子牙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这句话可是你教给他的。且看今日之事，你口中的大任，莫非就是忤逆天道，对抗天庭？今日小爷就是要对抗天庭，又如何？申公豹，我告诉你，这小子小爷我保定了。3太子，不如先担心一下你自己吧。犯禁，天庭可容不得你。怎么越看越乱了？这帮仙人到底想要干嘛？这申公豹实在厉害，轻轻松松就给他们扣了顶大帽子。原本还只是这小子跟龙王的矛盾，现在成了他们跟天庭的矛盾。天哪，这么大的帽子，真是要压死人啊！这申公豹真是能添乱。此事没有这么简单，归根结底还是申公豹算准了姜子牙要为这小子出头，但一旦出头，名义上就成了天庭的敌人。好狠的一招借刀杀人！太公，莫要连累了你们。哼，你也太小瞧你师兄弟了。放眼四海，哪个不知道我3太子的名号？既然闹过东海，今日再闹一次天宫又有何妨？苦难生至，乃世间至理。你们回去好生反省，再来见天尊。弟子开榜封神，监察百仙也有100年有余，也见过几番世道轮回，沧海桑田，不可不说一句众生皆苦。然弟子在看见苦难生至、锤炼凡心之时，也曾看见愚昧滋生，生灵涂炭。但是对修行者的磨练，却也成了控制其心智的借口。这姜子牙今天也太敢说了吧！天哪，今天好像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。看破不说破，说破躲不过啊！好戏就要开演了。我们要不要出手？再这么下去，场面就没法收拾了。出手？你当那打神鞭跟乾坤圈是闹着玩的？哎呀，可不，杨戬还有8、9玄功呢。如此看来，事情大概没有什么转圜的余地了。天庭出如此波澜，还是第一次见，我们几个明哲保身为妙。说1000道1万，小爷我今天就一句话，这小子一根汗毛都不能少。公然违抗天庭旨意，若再不思悔改，休要怪为师不留情面。今日弟子不会离开斩仙台半步。我跟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今日好生热闹。天尊大人，天庭重地，怎可大动干戈？参见通天教主。我已明旨，莫一意孤行。哦，没想到一条小小的鲤鱼，竟然在天庭掀起了这般波澜。太公、3太子、杨戬师兄，今日之事皆因我张天一一人而起，也理应由我来亲手了断。原是天尊大人，你天尊之体长存不灭，每到天地初开，授以密道，为开劫渡人，为的是帮助修行者破除色空之爱，超越至愚之分。然而如今你身为3清之首，却睥睨众生，不度众生之苦，反遭天地之劫。大胆狂徒！天尊洞悉3界运转之法则，一切遭遇皆有其所然。天道之法，岂容你在此颠倒黑白？申公豹，
你莫不是把三界众生、诸天仙佛都当成了傻子？100余年前封神大战，只因纣王一句戏言，元始天尊便降下神罚，整个人间沦为炼狱。且说，即便这一人有罪，又何苦连累苍生？难道天劫就是这般随意定论？胡闹！纣王无道，宠信妖狐妲己，天尊所行之事乃是顺天而为。哦，那这妖狐又是从何而来？为谁效力？归根结底，还不是天尊将其放于世间，有意纵容作恶。这小子究竟何等来历？为何连这等天庭秘辛都了如指掌？妖狐既然是天尊放的，这么说，那他岂不是一手放火，一手灭火？这也太过分了！这不是把三界当傻子整吗？哼，要是这天下不乱，他怎能稳坐这天庭头把交椅？张天一，一切都是定数，人间王朝气数已尽，命中注定有此一劫。今日在此，是为审判你屠龙恶行，休要在此妖言惑众，混淆视听。天尊，今日你我谈论之事，何尝不是我屠龙之意？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你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，不惜发动人间的浩劫。事到如今，我只后悔没能杀尽这龙族余孽，今日还能再次狂吠。住口！也敢妄论天机！屠戮龙族300余众是实，我张天一甘愿伏法，但是人间百年祸乱皆出自你一人之手，亦是事实。你又该如何定罪？歪门邪说！你当真以为跟太乙学了点三脚猫功夫，就能再次班门弄斧了？不许你这么说，师父！太乙真人深居简出，为的就是不与这浑浊之事同流合污。况且1000余年已过，你又如何知道他的功法还在你之下？不可能！我在传授功法时，跟每个人都上了魂锁，绝无突破可能。元始天尊竟然连我们都仿，老东西，真是让人没想到。看来我们在他眼里也不过是工具罢了。张天一，祸乱天庭，罪大恶极，立即执行！天尊大人，我张天一行事全凭本心。今日我为我鲤鱼一族发声，更是为这天下苍生发声。这小子真是机敏过人，3言2语就把元始天尊那点脏事破事全抖落出来。这出戏真是越来越精彩，气死我了！原来这天尊跟龙王不过一丘之貉，我再也不想在这天庭待着了。好生狂妄的小子，3界之内，我还从未见过如此狂徒。这下天尊的麻烦大了，这小子不会真凭一己之力掀了整个天庭吧？亏我还给这老狐狸办了那么多事，如今细细想来，真是令人作呕。若真是如此，天庭或许真该变变天了。说得好，说得太好了，不愧是小爷的师兄弟，师傅他老人家果然没看错人。哈哈哈哈！这张天一倒真是有几分气魄和胆量，难怪这姜子牙和哪吒为保他一线生机，不惜与天庭为敌。元始天尊何必动怒？我倒是觉得这小子说话颇有几分道理，话虽不中听，至少其言真切，不是虚伪之徒。既然他对封神一战的起因存有疑惑，那不妨就用昆仑镜探一探真相到底如何。教主大人所言极是，既然张天一提出如此疑虑，那想必在场的诸天仙佛中，持有此种观念者不在少数。何不借此机会以正视听，堵住天下悠悠众口？一派胡言！天机秘辛，岂可随便释然？狼狈为奸，申公豹不是被天尊赶出了师门吗？他俩还能有什么交易？我靠！今天好像听到了什么不该听的。哼，张天一，你真是生性顽劣，休要狡辩。申公豹早已被我逐出师门，不被逐出师门，申公豹又如何获得那些散仙的信任？且看他被逐出师门之后，哄骗了多少个与世无争的逍遥散仙，卷入了这场大战之中。而这些散仙，才是天尊眼里一直容不下的。因为一直都以为你好的名义控制所有人。
这些不想被控制的散仙，就成了你眼中钉、肉中刺。于是你索性发动一场搅乱三界的大战，彻底清除天庭异己。张天一，岂可如此和天尊说话？凡是修行者，每300年就有一劫，只有接受苦难，才能领悟天道至理。哼，差点忘了你了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为他说话，可见你才是这天庭真正的小丑。你说什么？你修行千年，历尽劫难，从一只豹子修炼到如今的地位，这世间比你辛苦的人，恐怕也不多了。但看看你现在，就足以见得苦难者失智慧，成苦难者得智慧是多么可笑。你以为你干的活越多，越可生智慧，有智慧方可担大任。殊不知，只要你想吃苦，你就有吃不完的苦，而你吃的苦越多，别人吃的苦就越少。真是道出了小爷几百年的心声，有仇千万别憋着，当场就报。没想到年纪轻轻，竟对道法有如此洞悉，我得学学。凭3寸不烂之舌掀翻整个天庭，还真是前所未见的奇事。师叔这把算是赌对了，这小子好毒的舌头。天一，不知悔改，无可救药。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啊！三太子，太公，小子，既然你凭借一张嘴就能掀翻整个天庭，那我可不能输给你。今日要彻底捅破这虚伪的天庭，护你周全。哈哈哈！给力！这等大事，我岂能错过？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在此动手才是不合天道。拜见老祖，拜见老祖。天道玄机，变幻莫测，避苦难者不一定失智慧，成苦难者不一定得智慧。诸位又何必在此争个不停？此事因张天一屠龙而起，但事出有因，诸位莫再深究了。是，老祖。飞刀收！没想到此事竟然就这样结束了。看了一天热闹了，你还嫌不够？哼，你俩呀，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散了吧。哎呀，真没劲！还以为小爷能当3界第一个大闹天宫的人呢，以后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还会有机会的。啊？很快，那个能替3太子大闹天宫的人就会出现了。